啊，我们谈一下时代啊，中国从什么时候开始弱啊？道光年间，鸦片进来了啊。各位到了今天呢，今天我们是谁抽鸦片，那警察来抓你的，对吧？我很清楚，因为我在念小学的时候，在湖南那个大院子，就是人抽鸦片啊，抽鸦片的人呢，那么后来呢，哎呀，全身的血肉都完了，所以很重很重，叫做鸦片鬼啊。后来我在四川，四川的街上可以闻到鸦片的味道啊，有啊，因为那个味道一定会传出来嘛啊。我如果要感冒了，母亲就叫我跑去闻那个味道，大概闻3下，不能闻多，多了的话你染上鸦片瘾了，3下就好了。这个抽鸦片啊，真的害死人。大光年间，那么我们有个叫林则徐，不错，把那些鸦片全部烧掉，这下是一场大战，就是我们跟英国打仗打不过，我们只做很多国。香港就被他租借了99年，现在已经收回了，要赔钱，林则徐也流放啊。好了，然后大家抽鸦片啊，然后道光呢，他的儿子2个儿子，二儿子不错，就是后来的恭亲王，大儿子不行，很懦弱啊。可是他会不好听，会讨好他父亲，所以道光搞不清楚，没有大儿子，没有第二儿子啊。好了，后来他去世，就叫一个叔孙来掌政，正好太平天国开始了，叔孙做的还不错，可是这个咸丰这个皇帝叫咸丰他的妻子就是后来的慈禧，慈禧首先联络他的小叔子恭亲王，把那个叔孙抓掉了，他掌政很有野心他的儿子同治很早就去世了，然后慈禧一掌政我们大概记得武则天是非常干练非常有为的女性的君主，不错。慈禧想要步他之后，好好的来做慈禧立了他兄弟的儿子做皇帝，那就是光绪皇帝。光绪皇帝也曾经有一阵子想要好好的整顿，那就是康有为、梁启超戊戌变法。那么要谁呢？要袁世凯帮忙。袁世凯有兵权，袁世凯不肯，袁世凯复合批太后，结果戊戌政变完全失败，康有为、梁启超逃亡。跟着就是中日的甲午之战，各位，那个战争这么大，你说我们的海军吨位不错全世界排名第4位，但是我们2条主力舰上面2支炮，对不对？炮弹只有3个，2支炮3个炮弹，请问怎么搞？这个炮弹的钱为什么不多买一点呢？炮弹的钱被慈禧太后挪去修颐和园了，好了。好，这些不谈，要打了我们居然有一条船升白旗投降，有这种事，赶快叫溜走，结果溜走的时候还把我们自己国家的船撞翻了一艘，
要打吗？这个仗可以打吗？我们的陆路在朝鲜打，各打各的，各不相连的什么战呢？后来日本人啊，居然在我们一个总兵官的身上收到了一封信，那封信很妙，是他家里人写给他的，说：“将军年事已高临阵切勿当先啊，千万不要冲动要看前面。前面如果打赢了，那些追击的人那可以；如果不行了，赶快向后撤，逃命。”各位，这个仗可以打吗？日本人把这个公布出来，作为笑话一则。这个总结一下我们从这个从这个鸦片战争开始，一直是困窘的，一直到我们抗战，跟日本人抗战，我们赢了，胜利了，总算吐了一口气。这个100年，100多年，又穷又弱，差一点亡国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英国、法国、俄国在来对抗德国。那么这边呢，日本是跟德国人联盟的，日本、德国和意大利他们是一个组织。那照理美国应当一起帮助英国嘛，美国一定也帮助我们吧？没有，美国人坐观成败他在看我们日本，看这个日本能侵略我们中国，因为中国太大了好我看你慢慢的吃吧，看你吃了什么之后，我在这里监视着你。他万万没有想到，日本人主动打他，就是夏威夷、珍珠港事变，这个美国的海军和空军几乎全部覆灭。哇，这下子才警觉。你看看这个国家，所以国际之间没什么道义可讲的。这才是，不对，原来是敌人赶快去走，赶快来帮助我们中国修一条滇缅公路，从缅甸修到我们云南我在看的时候，在大溪就是滇缅公路上的一站然后因为我们太穷了抗战太穷了，穷到什么地方？没有鞋子穿，穿草鞋，我就穿草鞋，大概一双草鞋大概是70块钱台币的样子，有的时候连草鞋都买不起，去穿高脚板下大雪高脚板照样很少我们的军队在缅甸把英国的、法国的、美国的军队救出来了，2杆枪，就是孙立人我们的军队是穿草鞋的，这么苦当然这个都过去我们晓得一点，就是在那个100年中间我们2件事情一个是女人男尊女卑，女人裹小脚，刚才也讲过的，说是这个在5段的时候，妖娘金莲舞就裹小脚了。当然到了后来，李后主也来搞这一套为什么歧视女人？男女到今天，当然大家都知道平等的，而且我们比台湾不错台湾的女性出头了，你看，这就有10个县市长来出来讲话，其中5个就是女性。我们做的是可圈可点，男女本来就是平等的嘛你为什么搞个男尊女卑来限制呢？要来裹小脚呢？岂有此理
当然讲的这个抽鸦片，我刚刚已经提过了啊。这个男的一抽鸦片就完了嘛，戒不掉的，没办法的啊。有人下决心戒，还是可以戒掉。张学良就是这样，张学良到后来终于戒掉了啊，但是很难很难啊。男人抽鸦片，女人裹小脚，100多年，国家是避穷又弱，这是我们的过去。我们今天看了，非常的痛心啊，所以难怪到了后来了，跟国父看这个情形不行了，非革命不可了。大家一定记得我们329的花花岗，记得那个林觉民别吸收，是吧？国家太弱了，我们很优秀，很有前途，但是我们要拼命的。如果再不拼命，国家就亡在眼前啊！林觉民别吸收，但是好感受好好的，但是这通通的过去，可是我们现在回顾起来啊，哈，我们居然还好没有亡，哈，对吧？这总算是吐了一口气。可是过去实在是叫我们非常的痛心疾首。那么很感谢这个鲁迅，他把我们为什么做啊？我们的礼教原来是帮助人啊，建设人的，结果是变成害人的，变成杀人的礼教。这是他的《狂人日记》，我们必须今天重新肯定了，重新回顾，来好好的警惕一下啊。